大家好，我是小曹，我来自河南商丘，今年26岁，是99年的，然后我目前生活在苏州，我的 MBTI 是 ENFP，我是白羊座，是一个双 buff。从6、7岁的时候，就从生理方面有那个性冲动了。然后当时和我邻居家的弟弟有一些，我们是在农村嘛，我们在农村的那种马车，就是木头制的那种马车，农具上面，然后我和他发生了一些身体上的翻滚，然后下面就勃起了。那时候小朋友嘛，只是当做游戏而已，然后我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去我同学家也跟他玩了这种游戏，然后还跟他妈妈讲了，说我们这样玩这个游戏很舒服。我们老家有一个诊所，上面写着那个普及艾滋病的，然后我当时就错误的以为，这个勃起就是等同于艾滋病了，然后我就跟我的小伙伴们去讲，我说我得了艾滋病，就是我看到那个艾滋病上面会说关于死亡的这些东西，然后就开始跟我的小伙伴哭诉，然后我说我的表征是什么，表现是什么，然后他们说他们也有，然后我说我要死了，我就在那哭，然后我的小伙伴也跟我们一起哭。后面是，其实说一件比较羞耻的，其实我以前对我爷爷有过性冲动，在我7岁的时候吧，我记得，我是当时有一点恋足的，就你摸了他的脚吗？天，所以你爷爷没有呵斥你吧？他睡着了，包括对我爸也有过，后来我跟我妈进城务工了，然后我从初中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大家都开始青春期开始发育了，长出阴毛之类的，然后开始对同学的那个身体开始有一些生理反应了。因为我们河南那边都是澡堂嘛，然后我最羞耻的时候就是我进澡堂，然后那时候也是我反应最强烈的时候，我心会扑通跳，然后下面我的金箍棒，然后控制不了它，然后我会拿着那个毛巾挡着，然后就是在角落里这样洗澡，然后也会偷偷盯着别人那里去看。我觉得我青春期的时候是有一些性压抑导致的一些性变态的，比如说我在初中的时候看到别人在路上随地大小便，我会想要去看一眼，或者是礼貌性的问一句可以吃一口吗？那你走得好远。然后看到别人在那里蹲厕所的时候，我会在那里偷瞄干嘛的。这个其实很多男同学都有。初一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邻居他们晒那个内裤，然后我会去闻，啊，然后我初二的时候，我们班一个直男，我暗恋他，然后我也闻过他的内裤，我爸我也闻过，反正就是我觉得现在归因于就是青春期的性压抑吧。其实大家在青春期的时候，那个性欲望已经是蛮强烈的了，但是在中国的话，它就是不允许，就是早恋嘛，然后也没有一个出口，比如说我们国家禁止那个黄色的片源，其实这是一个性的出口。之前的困惑主要是我暗恋直男，暗恋我的班主任。我初中的时候是恋父比较严重，有一些人身上他有一些比较父亲的那些特征的话，我会比较喜欢。我后来觉得我初高中的时候好疯狂啊，我现在都做不出来这样的事情。就大家都处于这种不良少年的这种氛围里，有这种不良的风气。自慰的时候其实是和直男，我们宿舍有一个男生他在看黄色的小说，忘记叫什么名字了，然后他邀请我一起看，然后晚上我们进行了一些身体的触碰，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射精。然后再过大概1个学期吧，我同学教我自慰，然后我就开始了这个自慰的这个旅程。我上高中复读的那一年，我问我同桌有没有什么打排球认识人的软件，我当时是真的想打排球，没有什么黑话，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了小蓝，我当时觉得也挺错愕的，但是也打开了我的性的这方面的这个世界。然后第一次是和一个我们市区的教育局的一个人发生了关系，他还是比较尊重我的，就是那是我破处第一次，还是蛮痛的，然后他还是比较温柔的对待我。
其实很痛，但是我还挺怀念那个痛感的，所以我第一次就是初体验就是做零，然后后来还被他老婆发现了。想多一点就是当时我们是通过短信联系的，然后在短信上约了什么时间地点，然后他老婆就发现了一些端倪，然后还给我打电话了，但是我能感觉出来应该是他老婆打的，然后后来也没有发生进一步的事情，他可能没打消了这个疑虑，因为对方的那个电话里是个男生。然后我的情绪方面的互动、情感方面的互动，是我大一的时候，我在河南洛阳上学，然后那个人也是在小蓝上认识的，然后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还带了水果去他的那个酒店，然后那时候他觉得还蛮喜欢我的，大概这个关系只持续了不到1个月吧，然后因为他在那个洛阳有医院里面有项目，项目结束了，然后就跟我说不合适就分开了。然后再过了半年，那时候我突然非常想他，我又把他加回来了。然后他当时跟我说，他当时是有对象的，谈了5年，然后只是2个人像左手摸右手，没有那种性冲动了。然后所以说想要尝试一些新鲜感，然后所以说那个算是我的恋爱的初体验吧。他把我当成那个炮友嘛，然后我当时是在床上的时候，我那时候有一次我都哭了，就是觉得很感动，我觉得这种幸福是很不真实的状态，我觉得他一定会从我身边溜走的，因为那个人在上海。那时候我觉得我还挺感谢他给了我第一次的那种恋爱和身体上的那种体验吧。然后去年让我比较受伤的一个人是，他自我自我认同也是挺高的，但是他因为他是安徽的，然后他家里面30岁是同性恋的一个大山，就是关于结婚这件事情，然后他被家里面逼的就是走投无路了，他的朋友先走了这条路，就是苏州的一个本地人先结婚了，今年5月份结婚了，然后他还给我发了那个人的结婚照片，我就觉得物是人非的感觉，因为当时我们3个一起去玩，还蛮开心的。后来他也要走这条路了，他现在应该和女生在发展。这件事情让我去年的时候比较受伤，包括他，去嫖娼，和女的。第一个就是他也算是在直男朋友旁边深柜嘛，然后他不太好拒绝，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想试试自己行不行，因为他要步入结婚这条路。我喜欢他身上一些点，比如说他是妈系的那种，就是很体贴，但是他对很多人都是这样，这是他的自己的特性。然后我的心态就是当他给我讲嫖娼的时候，我觉得我整个身体都溃散了，我身上的力量都溃散了。他说他把那个女的很爽的时候，他特别有成就感。他说性器官对他来说只是性器官，就是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只要是比较粉嫩的那种，他都可以。我不会相信，我觉得他在麻痹自己，因为他的前10年里面是没有女生的，我不觉得他是一个双性恋，他觉得他的世界是灰色的，然后我觉得我的世界是五彩缤纷的。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我的天空也被灰色给笼罩了，然后我当时有点想拯救他的那种圣母心，我觉得，我想，因为我自己比较自我认同，我也非常的想要做自己。我当一个人不做自己的时候，我觉得那是非常痛苦的，就是后半辈子戴着那个面具生活，感觉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状态。我在上一段关系中受到了很负面的影响，然后我在3月30号的时候去山东济南参加了那个 TOT 的培训，然后在那里被Sheldon影响到了，因为我觉得他非常的自尊自爱，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也应该这样，然后回去之后，出色伙伴的组织给我寄了那个亲密关系卡牌，然后当时我就是在亲密关系这个议题里，因为比较为情所困嘛，然后我就想从这个困境里走出来，然后大概4月12的时候，我在苏州办了一场活动，当时有15个人参加，他和另外一个在探索中的一个人一起参加了这个活动，然后当时是第一次认识。在和他交往之前，他就在小红书上刷过我，然后当时我的社交账号还有我的小红书都是表达了
我比较正向的那些愿望，我希望这个圈子是好的，然后我希望自己是比较正向的。然后在小红书上，我发一些比较唱歌的那些，还有我比较生活化的一些方面的东西。他觉得我的三观很正，然后他当时加我的微信的时候，表达了一些对我的欣赏，但是仅仅停留在这里，因为他当时和另外一个人，在发展，然后我也没有在意什么。大概我的活动他来了3、4次吧，然后每次都有一些交流，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人在还挺完整的，就是在和我之前的那些人相比，那些纠结的回避的那些人来说，我觉得这个人很安全，然后他对很多东西都有自己的思考，然后如果说跟他相处的话，沟通起来会很顺畅，然后关系也会比较的舒服。然后大概过了2个月吧，我觉得对他积累了一些好感，然后当时我没有说，我只是问他和那个人的关系现在怎么样了，然后从他口中探出他和另外一个人就是处于有点拧巴的那种状态，当然是另外一个人有点拧巴，他不愿意表露自己，然后不愿意在公众面前讲出他的心声，然后他俩的关系就是探索了2个月也没有什么进展，然后当时我觉得好像就是他俩也共同来参加我的活动，大概有3、4次吧，然后也磕不起来，就是没有一点爱的迹象。然后后来我对他积累了一些好感之后，我特别想要跟他去交流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交流20分钟不够，然后我想要跟他说，我说想要跟你多聊一些东西，然后表达了就是我觉得我和你相处很安全这方面的东西，然后他也感受到了我对他的欣赏和好感，然后他大概花了1周的时间和上一个人说清楚了，然后处理好了这段关系，然后我们步入了我们的关系。就一开始都是比较，就我们的那个浪漫期只经过了1天，然后大概就进入了一个相对安全舒适的一个环境。然后我们俩也会有一些摩擦，就是在亲密关系中，有时候他可能会比较理性，有时候我会比较感性。然后我们遇到这些摩擦的时候，我们2个会首先会讨论这些细节，然后我们一些行为之后的一些情绪，还有一些诉求，最根本的诉求是什么？然后，过往的是什么事情发生让你有这些诉求？然后我们会寻根问底的去挖掘这些东西，然后挖掘完之后，我们2个总结之后，他还会用 DeepSeek 用 AI 再去总结一遍，然后这就是我们总结了一个东西。如果以后我们遇到相同的问题，我们再去就是迁移到这方面来，然后就是横展举一反三这样。就是一开始我不是靠感官靠他的身体他来吸引我的，是我对他建立了一些依恋，我觉得这个人很安全，然后很有思考，我慢慢的从人格方面喜欢他。然后我讲一下他在性方面对我的吸引，就是我喜欢有体毛的，然后他的体毛也很茂密，然后他的身材也不差，就是他平时也有健身，然后我们在床上的时候，他那种表情、那种眼神和渴望的那种表情，比较痴汉的那种表情，我觉得也是很吸引我的，很有诱惑的。我们性方面也很和谐，目前还没有10，只是在赛的方面。我以前是有性瘾的，就是和上一个人，我们俩一直在10，就是经常我想要去得到和他进行做爱嘛。然后，但是我和我对象目前是没有，但是我们的频率也不低。我之前是觉得我可能没办法由奢入俭，由奢入俭的意思就是我原来是在那个10这方面有很强的快感，然后我有一种像有一种瘾，像毒品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当时我觉得接受不了赛的，我觉得赛的太素了。然后现在我还觉得赛的还蛮舒服，就是比较有效率，然后也可以玩的，就是那么开心，也挺开心舒服的。